昨天，两位选手都基本完成了庇护所的搭建，体力慢慢的消耗的，干的那么快了。底下铺干竹子，把它悬空一点，上面铺湿竹子，这样。欢迎收看《大大荒野》。本期节目由十思源民宿独家赞助播出。眼前的这两位选手要在这座大山里完成无规则的生存挑战，坚持时间更长的一方获胜。比赛第3天，多云转阴，11到21度。一大早，杨洋就出门了。他在山脚边缘找到了棕榈树，这是杨洋的早餐。棕树，吃这个棕树的馅儿。棕榈锌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它能为人体提供糖分补充的同时，也能稍微增加肠胃的饱腹感。在热带地区，棕榈新芽可以做汤、炒菜、熬制酱料等等，算得上是比较有特色的地方美食了。我这学的整整齐齐。杨洋小心翼翼地扒拉着棕榈芯外皮，张开着40码的大牙，可硬的撕咬，生怕错过一丝一毫可以食用的部分。另一边，杨东起床后，眼巴巴地望着对面的大山，竹林深处的动静依稀可见。兔子，我天，什么东西？兔子。杨东眼冒金光，大家不要误会，杨东只是单纯的喜欢小动物，他能有什么坏心思？过过眼瘾之后，杨东开始收集枯木和废柴，整整齐齐地码在床底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杨东经历了头2天加固庇护所的劳累，体能已经明显跟不上了。他望着大山，思索良久，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只能抽时间悄悄的搞点吃了。杨东虽然家徒3壁，一面透风，但相比起庇护所的保暖性而言，食物的获取已经是他现在要面临的最大难题。杨东沿着竹林往下走，终于发现了几株野菜，很嫩，看这个。杨东摘了就往嘴里送，比鸭鸡的吃的挺香。小伙伴们千万不要模仿，跟那个茼蒿菜是一样的。这个叫芝麻杆，属于那个茼蒿类，应该属于野茼蒿科类。就是看这些很老了就长这些嫩叶的叶子才能吃。在农村，像这种芝麻杆粉碎后，一般都是用作于养猪、牛、马、羊的饲料。杨东能找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很多野菜，不过这种野菜我是比较喜欢吃的，而且那个口感很好，它也不老。像别的很多野菜，它那个一入口的话很难吃下去。像这种的话，我生吃会吃。杨东边摘边吃，收获还真不少。这个叫车前草，也可以吃的，也是野菜。不过这种菜我不是很喜欢吃。停车前适应性强，耐寒，在我国从南到北的山间田野、路旁河边随处可见。每100克车前草嫩叶芽含碳水化合物10克，蛋白质4克，脂肪1克。杨东很开心，这挺群山收获满满。另一边，杨洋吃完早餐，已经开始建设家门口的秘密花园了。看这个作用是什么？你以为它是个栏杆？错，它是一个防止晚上掉到这个坑里面去的。比如说那晚上出门，你迷迷糊糊的推开门，你冷掉了，你想尿尿是不是？你这样走，然后你没有它，你就砰下沟了，是不是？有了它以后，哎，边躺着边尿尿，尿完以后回家睡觉。你看，杨洋花了1个上午的时间，竟然做了一个窝尿吊沟阻拦器，真是小刀划屁股，开了眼了。你说这玩意有啥用吧？它屁用没？你说它没用吧？它好像还真的挺关键的。这才刚绑上没2分钟，一波猝不及防的翻车，这让摄影小哥王8瓣走糊，憋不住笑了。你坐上去干嘛？只能靠，只能中午做啊，早晚是不能做的啊，因为早晚要垮。这个中馅，这次砍的这个中馅好苦。你是吃啥了？你是吃黄连长大的吧你？比生活还苦。吃的能咋样？耶！很开心的干了它，你看我吃，我把它吃出很甜的样子啊。哎呦，我装不好，真苦。fru也啃。很小的时候，家里条件还不错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，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吃这样的苦。从搞荒野开始以后，开始慢慢觉得别人能干的，为什么我不能干？经过后面干着干着才发现，
哇，这个小伙子颜值和才华并存呢，一般人做不到的，我还是能做的。为了生存，杨洋最后还是含泪吃完了这整根棕榈心。另一边，杨东在巡山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小可爱的粪便，也许是缘分，杨东总能在山里找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便便啊，可以观察一下时间、干燥程度，就可以分辨出这个多长时间来过这里。从这个便便里面分辨出这个动物它吃什么东西，知道吧？一个上午的时间，杨东除了野菜，还发现了几条兽径。他这趟巡山，无论是食物的获取，还是信息的收集，都是大丰收。回到庇护所后，又开始霍霍周围的竹子了。看这个架势，他又在准备搞什么大项目吗？大家能猜出来吗？另一边，对于巡山，杨洋有着不同的理解。昨天去山上巡了一波山，然后这个不是很快，严格来讲算保本吧。就要是长此以往的话，万一哪天出去没搞个好，不就完了？所以我还是深思熟虑吧，我还是尽量谨慎的去巡山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为了节约体能，尽可能的减少消耗，杨洋一个下午的时间都窝在庇护所门前做手工。鸡块啊，我们那些荒山野岭上最擅长的就是干这些事情。另一边，杨东已经吃上了美味的野菜汤，芝麻叶炖车前草，这种独特的搭配听起来就很别扭，偏偏杨东就能把它们吃出人间美味的感觉。仔细听着杨东吧唧嘴的声音，他咀嚼着津液滋滋作响，感动的泪水从嘴角流出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杨东吃上佛跳墙了。一顿丰盛的午餐过后，杨东睡了个午觉。起床后，用竹筒做了一把弓箭。这边开个口，尽量增加这个弓箭的准确性，因为这个自己做这个竹弓啊，它脾气不是很好，所以说尽量开个口。然后箭从这边过去。听着清脆的声音，满弓状态下的拉力应该足以10步穿杨。杨东简单的调试了一下，用竹条做成箭矢。这弓箭的箭尖呢，要碳化一下，因为那个放火里面一烤的话，它就是碳化了以后比较硬。现在的话没有那么硬。打那个树叶，我尽量试一试，这个箭不是很好。还有一点。为了进一步提高弓箭的准确度，杨东只能不断的尝试打靶，一次又一次的通过拉力来感受竹弓的张弛。它这边比较薄，这边比较厚，这边主要是用这个力气发力的，所以说把这边削薄一点，让中间发力点是一样的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却是决定弓箭准度成败的关键。杨东很有耐心，不断的打磨，不断的改进。另一边，杨洋的石板陷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这个石头万一不争气，放上食物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放上食物了以后，比如说它存在肉爆，是不是？它看着食物了，可没法吧，不然的话打手了。哎呀，一会儿就擦啊！让我们屏住呼吸，见证奇迹的时刻要来。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。自己翻车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来啊！杨洋一顿操作猛如虎，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杨洋还能如愿完成自己的石板陷阱吗？杨东能够校准弓箭吗？大家怎么看？评论区留言吧。